萧兄也有这一种感觉，看来这里的确有些诡异。灵动说的话中意思，就是代表他也感受到了这里的异常之处。灵兄牧尘，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里的这些兽形雕像非常的特别？萧炎突然问道。灵动牧尘的目光扫荡在这些兽形雕像之上，牧尘双眼微眯，开口道：萧炎兄所说的是这些雕刻兽形背后的那些巨大的翅膀吗？萧炎点点头道：没错，而且你们看见那些翅膀的形状是不是都是一模一样？不管是什么形状的兽形，它们的背后都有一双一样的巨大翅膀。而且在这些兽形雕刻中所感受到的恐怖气息，应该并不是这些兽形雕像的本身，而是来自它们背后的那些巨大翅膀。此话一出，直接让灵动牧尘、吴雪三人感到微微的吃惊，来自巨大翅膀的恐怖气息。听萧兄这么说，这些兽形雕像更加的诡异了，来自翅膀的恐怖气息，而且它们的翅膀都是一模一样。如此看来，这些虽然是不同样式的兽形雕像，恐怕它们应该都属于一个种族。灵动也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究竟是什么种族才可以做到以多种兽形成为一个种族呢？这么宏伟的府邸之内，怎么一个影子都没有？而且连魂魄都不曾在这里游荡，难道说这里的府邸就只有那位司神一人所居所此处？牧尘一边观察着周围的事物，一边迈着步伐朝着深处走去。随着他们步步深入府邸深处，穿过一道道长廊，每走过一关，心中的敬畏之情就加深一分。走廊的尽头是一面满是浮雕的墙壁，上面刻画着神冥界的诞生到至今的神话，每一幅画面都栩栩如生，似乎在诉说着古老而神秘的故事。那又是什么？灵动走进去，目光开始凝聚，脸上逐渐浮现出无比震撼之色。这些壁画上所表达的东西，似乎是神冥界所经历的每一段时代传说的故事。萧炎的目光也随着壁画的流动，逐渐沉浸在那一个个传说之中。他仿佛看到了创世之初的景象。大咒混沌，一声浩瀚巨大的爆炸，炸响了混沌之初的第一声钟鸣。看到了诸神魔之战，天穹之上，神魔之光闪烁，神冥界在战火中大显身手。更看到了无数英灵在神冥界的忧郁中寻找着属于他们的归宿。萧炎的目光在壁画上游走，也逐渐的知晓其中的一切信息。从神冥界的诞生到诸神魔之战，再到神冥界忧郁的无数英灵汇聚，每一个场景都仿佛跃然纸上，让他仿佛穿越了时空，亲身经历了神冥界的每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一般。在这壁画上，不仅有着视觉上的震撼，更有那股无形中流露出的历史沧桑感，让人心生感慨。这里是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的缩影，一个充满了未知和超自然的地方。随着萧炎他们走过壁画后再次深入时，通天地府内的气息也渐渐地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大家小心！就在萧炎警惕地叫了一声后，眼前的景致突兀地转变成了一片虚无。原本华丽的地府装饰建筑如同被无形之力抹去，消散不见。他们脚下的地面变得虚幻，如同站在波澜不惊的湖面上。随波逐流头顶，一道壮阔无比的次元银河横亘苍穹，星河璀璨。银河之中似乎蕴藏着大道之上的造化规则之法。那次元银河之中，无数颗星光点点闪烁，仿佛每一颗星辰都是一个个古老传说中的神秘生物，以一种威严而又不可抗拒的姿态强行介入了萧炎、灵动牧尘、吴雪他们的感知中。萧炎他们只觉得身体瞬间紧绷，仿佛每一根神经都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拉扯着，体内的大道神力在此刻显得无比的脆弱，几乎要被这股力量震得解体。我们的大道神力毫无作用，难道那银河之中是？灵动的表情有些扭曲的震撼，望着上空的次元银河之中，能够让大道神力毫无抵抗之力的绝对力量体现，那就是一种超出了他们理解范畴的存在。在这股力量面前，他们宛如渺小的尘埃，随时都可能被碾压成虚无大道。在这一刻显得如此破碎，如此脆弱，仿佛只要这股力量轻轻一触，整个世界就会崩解成无数的碎片。那银河忠实造化规则之法，萧炎的声音带着低沉，感受到那从银河倾泻而下的规则之法如同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他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大道神力在这一刹那间被震慑，仿佛即将解体般剧烈波动。他咬紧牙关，强行压制着体内的大道神力，不让其溃散。而灵动牧尘以及吴雪的脸上也是面色凝重，每个人都在与自身的力量做着斗争，试图在这绝对的力量之下寻找到一丝生存的可能。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绝望的肃杀之气，银河之中仿佛有造化存在，它正在觉醒，其目光冷漠而无情，对蝼蚁般的生灵不屑一顾。好强大的神力，这就是造化吗？萧炎的心中早已经惊骇欲绝，但同时能够感受到，哪怕只是那银河中的一丝余波，也能轻易将他们这些大道初期主神给撕成碎片。银河如瀑，星河璀璨，在这浩瀚无垠的银河深处，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犹如天外来客，气势汹涌，足以让星辰颤抖。世界诞生于其威下，却也瞬息毁灭。不好，对方的目标是我们！萧炎、灵动牧尘、吴雪异口同声地喊道。他们感觉到一股死亡的气息已经在他们的身上缠绕，他们站在这虚空中，身上的衣衫猎猎作响，眼前的景象令人心惊胆战。我不能死，我还要复活薛儿、彩铃他们！萧炎心中呐喊，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粉老，我需要你的帮助，我的大道神力在这股力量面前根本无法施展。
萧炎在这危机时刻立马传音给在焚诀空间中的坟老，声音中带着一丝急切。他知道如今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抗衡这股诞生一切又毁灭一切的力量，在焚诀空间内的坟老，这位看似年迈却蕴含着深不可测力量的存在，微微颔首，沉声道：小家伙，对方只是在试探你们，你现在展示出焚神的形态，去硬汉这股力量啊！萧炎显然被坟老的回答弄得有些不解，这么强大的力量，即便是施展焚神五半火的焚神之力，也不可能是其对手啊。然而就在萧炎这般想法的时候，突然灵光一闪，心中呢男声传荡，是焚神之力。萧炎对着坟老感激回应了一声，后立马闭上眼睛，身体开始被金色的奇特光明所包裹起来，那是焚神之力，它将吞噬一切，随着金光暴涨，并且以萧炎为中心开始蔓延。萧炎的身体逐渐变得神圣无比起来，感受着体内那股奇特神圣的力量，伴随着他的意志集中，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悄然改变，一股全新的力量在血脉中觉醒，沸腾的神力如同火山爆发，瞬间充斥全身。当萧炎再次睁开双眼之时，此刻的眼中已不是之前的迷茫与无助，而是被金色眼瞳所代替，他的身影周边都被神圣金色光辉所笼罩，在这金色光辉的映照下，显得无比神圣，仿佛是一尊真正的神之降临。萧兄感受到萧炎身上的气息变化，灵动和沐尘立马看向前者方向，这一看之下，此刻的萧炎已经比起之前的气息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在那神圣的金光散发下，他们二人都感受到了一股非常强大的能量波动，但是灵动沐尘二人也没有光顾着震惊，立马也爆发出自己最强之力，化为恐怖的攻势，朝着那次元银河之中攻击而去。焚神之力，萧炎高声呐喊，声音中充满了挑战与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下一刻，他化作一道耀眼的光芒，直面那银河所散发出来的那股无形之力，而去在这决定性的一刻，萧炎、灵动沐尘都展现出了他们最强之力。而如今，萧炎也已经收服了5道神火，加上地炎激活出焚神五半火的恐怖力量，或许在这个形态之下的缘故，萧炎体内之前被那股力量一直压制无法催动的炎之一道，似乎得到了释放。炎之一道加持着神圣的焚神之力，萧炎的整个体内充满了无比浩瀚的磅礴力量。在萧炎的双手迅如闪电迅速一戳，从指尖迸发出耀眼的不同颜色火花，一股玄妙而炽烈的炎之一道力量自他体内爆发，瞬间将周围的空气都点燃。很快便是看到萧炎的双掌之中，一朵绚丽的神怒火连凭空成型，它凝聚着毁灭的意志，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焚烧热浪。神怒火莲出现的刹那，四周的温度急剧上升，仿佛置身于炼狱之中，火莲上的每一片花瓣都蕴含的炎之一道的玄妙力量，此刻宛如数道火龙咆哮，他们争先恐后的要将这股毁灭的力量释放出来。神怒火莲绽放，它的光芒刺破了天际，将整个空间照耀的如同比白昼还要更亮。在这肆虐的炙热气息中，万物皆成灰烬，即便是游离在这片空间中的半透明魂魄，也无法逃脱被这股毁灭般的焚烧命运。神怒火莲，去吧！萧炎的声音在神怒火莲的映衬下显得尤为威严，随着他的一掌挥出，那朵燃烧着的神怒火莲如流星飞跃，划过虚空，直指那上空的次元银河。神怒火莲所过之处，空间仿佛被撕裂，虚空震荡，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下一刻，萧炎的神怒火莲与灵动沐尘的最强攻击同时间在次元银河之上激烈的碰撞，爆发出耀眼的恐怖光辉。银河之中力量间的撞击，三位大道主神的最强之力也是在这一刻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恐怖力量。他们三人各自驾驭着一种来自神物的力量，每一种都蕴含着足以崩碎寰宇的毁灭力量。在这一刻，三股力量交汇，仿若三股激流在银河中碰撞，激起滔天巨浪。他们的力量源自大纣所孕育诞生的神物力量，每一项神物都蕴含着足以撕裂天地的威力。然而当这股力量在银河中碰撞，形成了一道刺眼的光芒，这光芒之强烈，仿佛要将每一处的幽暗、每一寸空间都照得透亮。然而就在这光芒达到巅峰的瞬间，次元银河如同一只巨兽，张开了它那无底的虚空之口，将这三道力量一并吞噬。这一刹那，银河中爆发出一道更加耀眼的造化之光，它不同于之前的力量，而是充满了创造与毁灭的双重气息。这道光直冲云霄，撕裂了银河的宁静，向萧炎、灵动沐尘等人的心灵深处直射而去。萧炎他们面露惊恐之色，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仿佛自己的神魂即将被这道造化之光彻底摧毁。一瞬间，那磅礴的三道力量似乎被无形的深渊所分解，化作无数细小的光芒，如同星辰坠落，又如梦幻泡影般消散。他们能清晰地感受到那光芒中蕴含的造化规则的力量，在这道造化光芒面前，即便是大道主神的力量也显得渺小无比。不好，对方的力量太强大了，我们的大道神力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沐尘的神色无比的难看沉重，此时的他只感觉到自己即便施展出了全部的力量，依旧无法撼动那股力量的一丝一毫。这真的只是试探的力量吗？这简直就是一招抹杀我们的力量啊！萧炎面色凝重，他知道不管他们如何抵抗，都无法抵御住那次元银河中的造化规则之法。
萧炎、灵动、沐尘个个神色严肃，他们释放出全部的神力，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防御结界，试图抵挡那直逼神魂的造化之光。然而，造化之光似乎拥有自己的意识，它灵动而不可捉摸，瞬间穿透了他们的结界防御，直击每个人的神魂深处。萧炎、灵动、沐尘感受到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这一刹那被照亮，所有的秘密仿佛在这光芒下无所遁形，整个场景充满了混沌与狂暴。三位大道主神的力量被彻底的分解，造化之光的每一次力量释放都伴随着雷鸣般的轰鸣声，空间扭曲，时间颤抖啊！萧炎、灵动、沐尘痛苦地呻吟着，额头上的青筋暴跳，仿佛正承受着无法言说的剧烈折磨。他们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体内肆意冲撞，如同狂暴的兽潮，无情地撕扯着他的精神防御。大道神魂在造化之光的照射下，就如同薄冰般即将瓦解。他们的意志力正在迅速流失。另一处的吴雪，其脸色苍白如纸，眼中充满了担忧之色。他几乎是本能地冲向萧炎，双手紧张地握住他的手臂，声音中带着颤抖。萧炎，他的呼唤中充满了不言而喻的担忧，仿佛只有这样一声声呼喊，才能减缓萧炎所受的痛苦。空气中弥漫着焦灼的气息，萧炎的呼吸变得急促而不规律，他的身体在造化之光的冲击下，时而紧绷，时而无力地垂落。吴雪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知道，即便自己力量微薄，也不能就此放弃吴雪。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萧炎看见了自己的女人这么不要命地冲过来唤醒自己，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无论如何自己都不能在这里倒下，不能让吴雪失去。他看到吴雪那精致绝美的脸颊越来越清晰后，萧炎的眼中突然闪过最后的坚决，他咬紧牙关，拼命凝聚着残存的意志力，与体内的造化之光进行着殊死的抗争。吴雪在一旁紧紧相随，他的目光不离萧炎，那份坚定给了他额外的力量。两人仿佛一同陷入了无边的黑暗，每一步都步履维艰，但他们的内心却燃烧着希望的火焰。在这场无形的战斗中，他们是要将绝望转化为生机，让毁灭成为新生的起点。但是在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中，萧炎的身体仿佛是漂浮在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无力抗拒那股汹涌而来的造化力量。他的意志在这股力量面前显得如此渺小，而最后的意志也消散在无尽的黑暗中，陷入了深沉的昏迷。灵动和沐尘两位同样经历了与萧炎一样的过程，他们的意志也逐渐消失，此刻也闭上了双眼，任由自己在造化之光中悬浮，像是被时间之河冲刷的沙粒。在这一刻，他们的内心或许有所感悟，或许有所觉悟，但更多的却是无力。萧炎，你不能死！吴雪的声音在虚空中回荡，充满了绝望和不舍。她的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不断地滴落在空中，化为一滴滴晶莹的泪光。在造化之光的照耀下，吴雪的身影发生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变化，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她体内觉醒，那是属于她的神秘力量，如同一座沉睡已久的古城，终于在这一刻苏醒在吴雪的神识海中。她看见了一座城，那是一座古老而又神秘之城，城墙高耸，雄伟壮观，城门敞开，流光溢彩，似乎在召唤着她。那座城，他的内心涌现出一种莫名的冲动，想要走进那座城，去唤醒那一直沉睡在他体内深处的神秘力量。在这一刹那，吴雪的身影微微一颤，仿佛即将踏出那一步，进入那座充满未知的古城。然而，他的神情依旧充满了犹豫和坚定，因为他知道，一旦踏入那座城，他将面对的不仅仅是自己神秘力量的觉醒，更是可以揭开自己的真正身世。但不知为何，他怎么也迈不出这一步。怎么回事？我的脚为何不想迈入那座城？现在萧炎危在旦夕，只有觉醒那道神秘力量，才有希望救回萧炎。但我的心为何会那么痛？吴雪的目光带着不解之色地望着那座城，越靠近那座城，自己的心也就会越痛，仿佛这一次一旦进去了，那么自己也会彻底的失去什么东西一般。然而，就在吴雪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时候，一道震撼人心的空灵声音在这片空间中响起。没想到，除了3位无上传承者之外，竟然还有一位特殊的神格存在。空灵之声回荡在虚空，仿若洪中大吕，余音袅袅，造化之光如烟火般绚烂绽放后瞬息消散。天地间似乎被抽离了色彩，次元银河在上空扭曲成一幅诡异的画卷，星光变得朦胧，时空交错，仿佛一切都在重塑。萧炎、灵动、沐尘刚刚还没有了意识的他们，但随着那空灵之声的响起，他们的目光逐渐聚焦，意识瞬间恢复，惊讶地发现自己毫发无损，神魂都完好无损，而吴雪刚刚即将觉醒的神秘力量也随之消失不见，再一次的沉浸在了自己的体内深处。自己不是已经被那股力量重创神魂了吗？怎么现在一点事都没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困惑地睁开双眼，眼前的景象令他们的瞳孔紧缩，无垠的星空仿佛触手可及，星辰点点，如同夜空中最明亮的钻石。空气中弥漫着未知世界的气息，清新而又神秘。他们环顾四周，只见壮阔的天地间，山川河流在霞光中若隐若现，草木葱郁，花香袭人。这是一片未经任何生灵污染的净土，大自然的呼吸声在他们耳边低语，令人心旷神怡。萧炎抬手触摸身边的一株奇花，花瓣在指尖轻轻颤抖，他感受到了生命力的涌动，与先前那股毁灭之力截然不同。现在的这里
又化为了有生命的世界。刚刚毁灭的世界又消失了，就连我们的伤势又复原。萧炎的心中涌上一股莫名的震撼，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做到如此伟大的一幕？创造毁灭都是一念间。全新的世界，全新的规则。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里的一切转变，并且其中的规则与之前的完全不同。先前的毁灭，现在的创造，两者不同的规则轻松演变。那么唯有神冥界的那位掌管者通天司神。灵动的话音沉重而有力，话音落下之际，他便率先抬起头望去。下一刻，一道高大神圣的身影出现在他们的上空，一股可引动规则的气息从那道神圣的身影上散发出来。